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艺术家在别处系列访谈。那么本期视频很有可能会发布出来，所以大家且看且珍惜。下面就跟着我一起进入这次的访谈吧。不是你东西做得好，你就能在任何土地上都能生长的。就很多人只是认为润出去了就好了，但其实润出去了，你想要的东西它也不会在瞬间改变。为啥来法国呢？对，最想出国是因为我发现自己是同性恋。我叫李佳辉，北京人。本科毕业于北京服装学院，当时是学的是当代艺术首饰，然后研究生就来了法国读的利摩日国立美术学院，学的是当代艺术。对，然后现在在巴黎有一个自己的工作室，跟朋友一起。你对你现在这个工作室还满意不？条件怎么讲？除了氛围有点阴间以外，其实有时候想想，在这个毕业1年不到的时间里，能有一个这样一个空间，我觉得已经对我来讲是很不错的了。你觉得在巴黎做艺术家感觉怎么样？感觉就是，或者说你会出门像不太熟，或者说第一次见面人介绍，你会说大家问你是干嘛的，你会说我是艺术家吗？我会这么说，因为在我眼里，就是在法国吧，在巴黎，就是说艺术家这件事情，它更像是一个职业，我认为它不是一个就是title。因为在艺术家，我有自己的艺术家编号，就我属于挂牌营业，我有营业执照。然后我是微型公司的存在，我的公司上也有我的编码，所以他更把它职业化，就祛魅吧，我觉得。所以说我在法国，我在巴黎，我说我是艺术家的时候，我并不觉得这是抬高自己，就是只是在介绍自己。但是回到中国的时候，大家去问的时候，其实你说这话的时候，我是会有点抗拒的，因为在中国的环境下，他们可能会把艺术家要不就捧得很高，要不就踩得很低，对吧？要不你就是成名，你是大人物，你是成大器，要不你就是无业游民。这个扯远了，真的就是跟福利啊，跟这种国家规划呀、制度都有关系，对吗？那你觉得你有可能就是回国做艺术家吗？我操，这是能说的吗？回国做艺术家得看做什么艺术家，就是我现在对我自己的能力还不知道说我能不能做国内的那种艺术家。你懂吗？就是有些东西不是说你看明白了你就能去做的，有可能你看明白了你做不到。不是你东西做得好你就能在任何土地上都能生长的啊。就是我其实是比较迷茫的，就很多人只是认为润出去了就好了，但其实润出去了，你想要的东西它也不会在瞬间改变。就是我觉得我矛盾的地方就在于，很多东西我觉得大家就是你以为的是你以为的，但是真正的就是真相是什么，或者是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觉得特别混沌啊。就比如说他们走线，我看那个纪录片走完了之后，他觉得没有碰他想要的。我觉得我也有，我来法国之后，我也没有得到我所有想要的东西。但就说回到在法国还是在中国嘛，但是我回中国了，我只看到了我不想得到的东西，但我也可能会得到我没有想过我会得到的那种东西。很多东西都是你没有办法去预测和预知的所以你真正能推动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刻，我认为还没有出现。OK， 说到这个的话，其实我觉得可以问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最早的时候是为什么想来法国上学？因为刚才谈到了你其实来之前对这个是有一些期待的，对这个地方或者对这里的美院或者教育啊，或者对吧，很多东西。为啥来法国呢？对，最想出国是因为我发现自己是同性恋。就是因为我小学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喜欢女生，只是对同性恋这个没有概念。然后到了初中呢，然后就发现同性恋这个东西在中国就是曾经是有罪论过嘛。对，但是如果我是天生同性恋，就代表如果我天性就是喜欢同性的，对吧？其实我当时就觉得有一个特别直接想法，就觉得那我存在在世界上那2年是有罪的，因为他94年到96年的时候，这个东西被定义为流氓罪，就不论男女，他都是流氓，就是同性是流氓罪之一。OK， 这个罪很离谱，写进法律里头。对，写进法律里的这个罪很离谱。
他后面被取消，不是因为中国对同性恋宽容，是因为这是一个口袋罪。口袋罪就是顾名思义，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懂吗？就曾经陕西有一个人因为这件事情被判死刑了，他只是很喜欢跳舞的一个中年，就是比较风情万种的女人，然后邻居举报他就是招摇，然后他被判了死刑。但是当时我看到同性恋被定义为流氓罪的时候，我还是很震惊的。我也很震惊，我是第一次听说。对，因为我会比较关注嘛，对，我这些作品也是源自于刑法，现在仍然有很多国家对同性恋有刑法呀，比如说也门啊，比如说伊朗呀，鞭刑啊、实刑啊，对啊，这些都存在。但是中国也是有过的，曾经有过的，包括法国也有过。这个天主教的存在很大程度上迫害了就是这个群体。包括我自己，我当时我操，我那时候天天趴在我家那个地图上看，就是不同国家的距离中国的一个对，所以我就觉得我初中时就告诉自己，我要离开这个国家，你要出国，对，就是我要离开这儿，我要离开我家庭啊，然后真的到了上高中之后该怎么去做，就是这个时候就该实施了，对吧？你该怎么去做？这个需要有规划和计策。我就是对，只是一个未成年，脑子里去给自己加了很多戏，你懂吗？但是当时就是说一直很喜欢画画，想做艺术生，那个时候还没有想到说我真的可以靠这个来出国，就像中国人普遍认为的艺术家一样，就是你将来是不是要饭？因为我妈是医生嘛，她很能靠自己的技术吃饭，又是理工女嘛，就是一流的政治的职业。对，我爸也是，我爸是搞建筑的，就是他们都是靠自己的技术在吃饭，他们就觉得你有什么技术，你这是要去干嘛？他们就不让我画了，就是因为我很叛逆，我想两条路，要么我就真的想让他去出国，但我发现这件事很难之后，我就开始很叛逆。我当时想要特离谱，我想的是，我爸妈还年轻，我要是十恶不赦，我就是个王八蛋，我妈没准哪天就放弃我了，就再也不管我了，她可以再生一个。OK， 他可以再生一个，他把他所有的精力、所有的钱，去培育在这个人身上，我甚至可以跟他们断联，不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了，然后我就可以想做我自己的事情，就不会再让光了。所以我就在这条路上越来越叛逆，你知道吗？然后到后面，我妈就觉得她为什么妥协让我去画画了呢？她觉得说没救了，学文化课可能没救了，要不你去艺考吧，人家都说艺考简单嘛。你真的开始这条路，你就发现我操，没有比这更折磨的了。妈，非人的生活过了2年，就是在画室里面嘛。对，那不是艺术，那就是一个流水线，你就是一个商品。你爸妈去跟你掏了一笔钱，然后你要把这个技术学会，你要靠这个手段才能达到你想要的目的，这就是一个手段和目的的问题啊，这跟艺术没啥关系。对，我就是靠这个上了北服，然后我当时读到大3了。我在想我应该去哪个国家啊？这个要综合考虑，就是你的钱，家里的钱，然后你的这个你本身的能力，还有你更喜欢哪儿，对吧？我没有想好，因为我不是很喜欢英国啊，我心里还是很想学到一些真的东西的啊。因为为啥你不喜欢英国？挺纳闷。因为我觉得，因为国内当时我觉得我们那个年代想要去留学的，就是同学或者就我们这个年龄层里头，大部分就是这个又说到我就是比较。格色吧，就是用我们那儿话说，就是格色、格路，就是格色，就是这个人很格色，就是他跟别人做事情都不太一样，就是人家都去怎么做，你就非要做不一样的。当时我是自己观察到了一些事情的，我可能就是比较听自己的而已。当时又是说起这个跟机构一样，我觉得上大学啊，你离开这个教育体制了啊，你不用再像商品一样去一遍遍练那种流水线性的东西吧？出国也给你搞这种东西，出国也给你搞。机构当时英国是流水线，对，当时那个我们那个大学老师他就是自个儿给自个儿办了个机构嘛，那就是意思你北服了，我们就给北服人就是一点福利啊，就是花了5、6万块钱让他们去，结果生下来了之后什么那个英皇呀、轮椅啊，这些学校英皇本来跟我们就有交换呢，就跟北服，我操，我们那个工作室。跟我一起的，我们系总共46个啊，出国的可能有20几个。我说我操，他妈流水线！我说你，而且就读1年，就我对我自己的学习能力和这种语言的天赋，他妈1年，我1年，我觉得我能说溜吗？我能英语写论文吗？我觉得这里面有猫腻儿啊！我操，我1年我能学什么呀？我还
30多万，新晃2年70万没了，然后学费又很贵嘛，然后当时我就认识那个前女友，然后他就说他在法国。他就说：“哎，你为什么不来这儿读书？因为我们刚在一起没多久，其实我们总共在一起没多久。我觉得他出现就是为了让我来法国，他是你来法国引渡人。哎，对，我们根本没在一起多久就分开了。然后但是他当时恰好认识一些美院的，就是在这学习的学生。对，当然很多人出国之前他根本就没来过这个国家，他根本不认识这些东西。对，就来了。其实我挺震惊的，我做不出来这样的事情，我可能还是比较，其实这也是一种胆小吧，我觉得，就是我一定要确保我喜欢这儿。”我才敢来，你要调查够了，哎，对，对，所以我是16年自己跑过来的，对，16年自己跑过来待了2个星期。当时第一次见欧洲，第一次来欧洲玩的是，哇，就感觉很新鲜，很新鲜。但是欧洲这个东西怎么讲，它的震撼只有一次。我第2次真的在来留学的时候就觉得，嗨，就没什么新鲜的，脑子里就在想我该怎么租房，我该怎么去。就是但是我同时也震惊于说，为什么这些东西我只看1遍就够了？第2次真的没有那种震撼。那你现在还会受到震撼吗？会，就是这是为什么我挺喜欢巴黎的，虽然他经常让我觉得我很穷，对，但是他这种巴黎的景色，他打的是组合拳，你懂吗？就比如说这种天气，你肯定会觉得很无聊。但是巴黎它打组合拳就很厉害啊！你比如说你晚上你去塞纳河边走一走，那个路灯一亮，对吧？星星一多，尤其夏天人流一上来，对吗？这个我觉得打动你的是氛围。我第2次就感觉比较震撼，因为我第2次是一个人来的，一个人拖着3个箱子来，然后走在巴黎转车嘛去斯堡，没有震撼，只有好奇吧。我在好奇这些事情该怎么做啊，震撼就消失了，没有。那为啥会最后跟李摩日结缘了？哎，这就在说起一个法国老师对我的我当时为什么第一个城市我直接选择落脚斯堡？因为我做了很久调查，就是个艺术功能包汉这个专业呢，它在法国并不是很能盛行，就是尤其在美院里。为什么？因为法国的古典珠宝就已经很在线了，它的那种镶嵌的技术，它叫 relief 那种高定珠宝，就是它这种老资本主义，对吧？这种皇家呀，这种传承的技艺啊，它已经很受认可了。所以相反的，这个艺术功能包含就是你随便我就从这个颜料盘上抠一团颜料下来，就是只要它符合我创作本身的理念，我用任何材料我都可以去做。把它称为逼柱，把它称为首饰，因为逼柱更像是这个东西的总称 relief 更像是高定。所以我当时在法国查到只有斯堡和利莫什2个地方可以去学这个东西，因为当代首饰它是源起于德国的，很先锋的，1940年开始的，它跟这些绘画啊这种媒介存在，它的生命力非常短，所以可想而知它很脆弱。所以可想而知他在法国去发展并不好，这个是我的疏忽啊。当时就是来了，没去德国，对，但是德国不去我也不后悔，德国太丑了，我不喜欢，我是真不喜欢。我查了这2个美院，然后我直接就去斯堡了，因为我觉得斯堡是一个很特殊的城市，它历史和对，它在法德交界，我觉得很有意思。边境城市，我觉得生活起来很有意思。再一个就是利莫日，我联系他们没人理我啊，斯堡还有人回我。因为我没有中介，我是自己 DIY 出国的也挺虎的。我直接冲到那个学校，冲到那个工作室，找到那个老师，我说我想在这儿读书，我想在这儿学这个专业，我说这是我的作品集，然后我的老师是谁，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然后就给他一通聊然后他也很中肯，他说你不要在这儿，他说你不要在这儿。我也不知道，其实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个人他为啥不让你在那是吧？就我也不知道他是看中我还是喜欢我还是不喜欢我。其实我到现在回想那个场景，我也不知道他用意何在。但是我想他应该是善意吧。就是因为他说你去利莫什，我说为什么我要去利莫什？他说因为利莫什是 national， 他说你不要在这儿，他说这儿只是一个很小的工作室。他说利莫什是 national， 他说你要注意你的 diploma。我说我不在乎，我说我喜欢的是这个地方我想在这学习，我喜欢这个学校氛围。他说不，他说你得在乎，他说你以后想留在法国吗？我说可能想吧。然后他说你去利莫日看看，就是这样。我又跑到利莫日，然后
我就遇到人生滑铁卢，就是那个我当时那个老师叫莫妮卡，他是德国人，他跟斯宝老师明明是好朋友，就是这个人跟我就是人生宿敌，你知道吗？他差点把我从这个美院赶出去，所以我后面我后面在那读书的时候，我心里就有点怨这个老师，就是你为什么你明明知道莫妮卡是一个傻逼，她很难搞，你还把我送来莫妮卡的手里，对，你为什么对？那也是我自己去申的，我也申上了，而且我当时只入的是4年级，就是所有人都会被降级，我没有，我直接就进去了。就导致莫妮卡对我的要求就是超严格，对他不是严格，我不怕别人对我凶，我也不怕别人对我严，他是控制，他一定要控制你，我又不喜欢别人控制我，你可以跟我交流，你可以说我，你甚至可以贬低我，但是我不喜欢你控制我。他对所有学生都这样吗？还是我们那个工作室就像一个小公司一样，你知道吗？等级特别森严，就莫妮卡就是个 boss， 你知道吗？我们就是他的小喽啰。就是因为当时就我真的是时运不济吧，去那儿，就是对，这就是一个人生忠告，就是一定要相信自己的感觉，就是不要说什么什么文凭国不国力，什么区不区力，你让我再选，我绝对不去林梦师。所以我给我自己的人生忠告就是一定要相信自己的感觉，就感觉不好的事情别去做。但是我很多次背叛我的感觉，因为我不相信我自己，就也是不自信吧，我觉得啊。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去了林某日，然后非常不顺利，那个书读的非常不顺利，然后又赶上疫情，对，当时那真的是，对我一出来就是疫情了。其实我留学生涯前几年真的好痛苦，我才快乐了没有1-2年吧，就是前3年都在疫情就是孤独中度过的。回到我们刚才说那个问题啊，就是你提到一个词，就孤独哈。我之前看的更多是你那些首饰类的作品、珠宝类的，然后我就在里面看到这个关键词，就是孤独，就是我觉得你里面有大量呈现这个东西，就是所以我又回到那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现在不再感到孤独的时候，你觉得你会不会丧失一部分灵感在创作上？对，我觉得其实我昨天看你写那些问题，我觉得你问的特别好，特别在点儿上，因为其实这些问题也是我考虑过的。就包括你后面还会问，就是如果你就是不觉得痛苦，你该怎么去创作，还能不能创作？是伟大的作品。对，就是因为你纵观这个历史，好像很多人都是在这种痛苦的对去交换啊，就好像是魔鬼的协议，你懂吗？就是你要过得很痛苦，过得很压抑，然后你才能有产出，有创作力，就是去交换，让你生不如死，但是你寄出的这个东西会很好，对吧？就是你的作用。对，但是我现在就是如果说这是一个成立的，我也不想要，我也不想要了，因为我觉得我希望我的快乐最重要。就是你问的问题，我不能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因为没关系，因为这个就是我人生现在思考的问题，迷茫的关键点，就是因为我以前就是用负面的东西，你不管怎么说吧，他就是用基于这种情感基础上，让我有了动力去创作。但我觉得是不对的，因为我觉得迟早有一天你会把自己耗死。对，但是我不是一个特别能主动去快乐生活的人啊，因为我觉得我从小就是挺悲观的，因为就是取向的问题啊，还有就是原生家庭的问题啊，然后就是我不觉得活着是特别快乐的一件事情。如果有选择的话，我情愿不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有没有可能说有一段时间他是痛苦的，然后在下一个阶段他需要去找到说我如何在一个平静的状态下也能创作？对，这个就是很厉害了。我认为我就是觉得我处理不好，就是我这道行不够吧。就是但是你说那个是的，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的话，你是很厉害的，因为你能在你自己的负面情绪上也好，或者这个世界出现的让你觉得我好痛苦的事情也好，你能保持一定的距离，然后你去运用这一份不好的东西，产出一些有共鸣、有力量或者是有质量的作品，我觉得这是可以的啊。问题是你怎么去做？因为我觉得这个就跟这个每个人的方法都不一样，就他可能还需要很多时间在这个里头去找，对吧？在未来很长的日子里头，就可能有的人很快，有的人很慢，包括就是我说，就是你像这种东西，在国内可能。就不说在国内，在法国可能都很难卖掉。如果是不是一个顶级藏家让你进博物馆的人，谁会在家里挂这
这种东西呢，它明显就不是一个能让你不是每个人能欣赏来的。你像我朋友跟我开玩笑，他说，那比如说你，因为你的作品其实还会蛮让我想到，就是这样放的时候会有点让我想到培根的画的。培根对，但是就你的画法完全不一样。对，但是培根他本身的经历，他不靠这个东西本身活，一开始他是一个地毯设计师啊，他最早，对吧？就是我该怎么吃饭。这个肯定是永恒问题。对，这个你肯定是要面对的。但是这个东西，就我朋友跟我说，他说，哎，你要想先吃饭，对吧？你就做点丑东西吧。他说你就做点丑的，你不要高估别人的审美，你做点丑的。就是，但是有些东西就是这样。你说国内的很多艺术家，你可以说他不是艺术家，他做的东西很商业也好，很幼稚也好，或者他哪怕是翻了墙抄别人的东西也好，但是他东西能卖掉，他能有展览，他会有人喜欢把它挂在家里，这也是一种能力。我不觉得这是很可耻的，但问题这个能力在不在我身上？他说让我去做丑东西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丑东西打引号了，不是说这个东西真的很丑，他的意思就是你顺应一下别人。问题是我有没有能力去顺应？我不知道别人在想什么，就我不知道我顺应出来的这个东西，就是画猫是画葫芦还是画瓢，你懂吗？我画的是瓢还是葫芦？我就是真的想去顺应的时候，我能不能顺应的好？就是你没有那个意识。那刚才又说到了，就是说回到美院这个事情上，那抛开这些哈，就目前抛开你在利伯日美院不太愉快的一些经历，你觉得就是你来法国上美院，或者说这个学院这个体系，学校这个体系里头教育，它又带给你一些什么很不一样的东西吗？对，或者说它教你如何成为艺术家了吗？教我成为艺术家吗？我觉得没有。这个肯定是没有的，因为我感觉到我的老师他自己都在迷茫，他自己身上都有很不确定的东西，我在老师身上能看到不自信。因为我当时也很不自信，就是我是一个共情能力很强的人，我共情老师的不自信，不是说我鄙视老师，是他身上不自信我感受到了啊，那我更迷茫了。我操，老师都不自信，我怎么办？对啊，我怎么办啊？我就是没有人拖着我的感觉。但是我很受用的一点是，我对知识没有那么排斥，更具体点是抽象的理论或者是哲学吧。因为就是我以前读书的时候，高中嘛，就是那个政治学的特别差，就是我不喜欢什么政体啊、什么制度啊、什么中国怎么样去背那些东西，我觉得很可笑、很荒唐。然后当时我们的哲学是跟政治绑在一起的嘛，然后对，就是那个哲学是政治的一部分。就那门课叫政治课嘛，我不知道你们的教材，我们教材是这样的，咱们一代人对啊，什么，因为我们是那个北京课改什么玩意儿的，但是我是来了法国之后才知道哲学跟政治它是不挂钩的。哲学可以有很多种哲学，咖啡的哲学、纹身的哲学，这个都是存在的书啊，都真的都翻到过。然后色情的哲学，你像巴塔耶，对吧？他就是关于色情的哲学，就是很多东西它都有一套哲学的体系，你都可以去总结，可以去发现，发现这种抽象的规律。我才意识到说，是我狭隘了，这个是我没有理解到的啊。原来哲学是可以跟任何东西都有关系，也可以跟任何东西都没关系，它绝对是可以跟政治剥离开的。然后是从那个时候我才开始，没有这种抵触的心态，然后去看这些东西，去思考这些东西。才就是认识到说，这个东西其实很重要，它能就不光是指导艺术，它能指导你生活，指导你的思想，就指导你很多方面的就是发展。对，然后还有就是严谨吧，就是这个是我最大感受，就是中国的学校，它是把在你进去之前，他把目标给你定好，因为你的专业分好了，你去上什么课，你这一年会干什么，你马上就会看到啊，然后你按部就班的去做。法国你进去之后，他没有一个目标，没有一个方向，是你来告诉大家你想去做什么，你就像一个引路人一样，你去带着老师也好，带着艺术家也好，带着你自己或者你的朋友，给他们去展示作品的时候，是你自己带着他们去走你想走的路。你可能你的路往哪儿走，你也不知道，你要去探索，这个就是你要学习的目标和内容。就是他没有一个既定目标，所以这个对中国学生来说，可能一开始特别痛苦，特别困难。你觉得它是一种自由吗？对，太自由了，就是什么都没有。
这个是法国人也是不止一次提到过，就同学说你太自由了，就是太 libre，所以你会觉得特割裂。对这个，任何东西真的都是有好有坏。你一方面很骄傲，说我靠，你随便上什么课，上那种 modèle vivant，我靠，我画碾压你。但是你的惯性让你在训练中，留下了那种肌肉记忆和那种惯性的手法，你也很难改变。就是你怎么去找到自己的语言？就是我觉得创作就像说英语、说法语、说中文一样，你创作的是一个体系、一个语言，你必须自己创造这个体系，对，没有任何人能给你参考。对你能找出来法语模仿的是什么语言吗？拉丁语。找到了。但是我的意思是，你就是对吧？但是他真的到最后是很独立的。因为你刚才也是多次也提到嘛，我觉得就是作为同性恋或者说性少数群体其中的一员，是一个对你影响了你很多人生抉择或者是重要节点的一个事情。所以包括在艺术创作里头，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本身性少数群体在这个世界里头，它就是一个很有争议性、很有话题性的这么一个现象吧，可以理解为。所以你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也会看到有的人他就是因为做这方面的题材的创作，导致他就是齐居于就是大家的话题中心啊，或者说目光之下。那你会觉得就是说性少数群体在艺术创作里面，它算一种特权阶级吗？以前你这么说还可以，可能放到10几20年前你这么说还可以，但是我认为现在起码是我自己，我觉得你可以把它说成一个怎么讲，是福利吧。在这个圈子里，因为这个很左嘛，很宽容嘛，很包容嘛，你可能也好像也能得某种福利。但是我觉得在我看来，现在在法国来讲的话，应该不是这个样子。真的更看的是你到底是谁，或者你到底在做什么事情。可能会诋毁你的人会比较少，但是真正去包容你或者因为这个身份来帮助你的人，我认为这是一个美好的幻想。这个就喊口号嘛，对吧？法国也很能喊口号的，这个是大家推广的，跟你实际上去实践的不是一回事儿。那你觉得在法国大家会有倾向吗？在这种就是艺术圈里面，就是对话题选择上，比如说移民政治啊，或者说这种讨论，或者说环保啊。有的，我觉得现在法国它已经达到所谓的一个人权上的平等，所以更大的矛盾其实在国家和民族和环保，就像你说的环保，还有这战争问题，对吧？就是乌克兰、俄罗斯也好呀，巴勒斯坦那个以色列也好呀，然后就是黑人和白人啊，阿拉伯人和白人呀。现在更关心的是这种问题，同性恋的事情貌似我觉得可能已经解决了，就哪怕有人仍然反对同性恋，但是他起码在大环境上，在法律上他已经没有在为难你了，所以这个重心我自己感觉到他慢慢转移到了别的地方。这个就说回到刚才的话题，你说中国限制怎样多，法国的限制它也在线呢，它就像一个透明的限制，你可能军事、政治、科技、人权，种族，这些你可能逃不开这些议题，你可能我就想做个快快乐乐的小艺术家，我就想画一些超可爱的东西，或者是没来由的，你可能你永远进入不了这个圈子的中心。这个限制对我来讲也很讨厌呀，就是你标榜的是什么？你标榜的是没有限制，但是其实这就是一个潜规则。你去看所有的展览画廊，你真的走到顶级的，要么就是宗教，对吧？就对宗教也是很大的一个议题，就刚才说那几个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透明的监狱。你别说好像在这儿选择很多，也是有限制的。我认为会不会说这种限制它其实是一个就是整个的文化之下，就是艺术它其实文化的一个折射缩影，对。但我觉得更多的是圈子的问题。这个圈子怎么解释？这个圈子让你一定要聚焦在这几个点，这个又说回到钱上。你艺术再怎么高雅，你再怎么殿堂，你再怎么你艺术家要吃饭，你最理想的状态是用自己的作品去卖钱。你逃不开什么商业，你好像进了画廊，你不是那种插画，你不是那种设计，对吧？你好像进了画廊，你好像不商业，你是艺术家，不是的，艺术家从来离不开商业。那些画廊主，那些策展人，就是级别越高的越是这样，他可能
根本不如你懂艺术，他可能也没有那么喜欢你作品。但是就像我说，他刚才在那种无形的规则里，他看到你的这些点符合了这个行业某种权威，符合这种圈子现在某种主流，或者是这个圈子里去推的东西，那你可能会符合藏家的世界观、价值观，然后他们好去对接去卖你的东西，你逃不开这个的。所以我说就是这个也是圈子的问题。对，当然这跟文化有关系，这跟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有关系。但是你把所有的宏观的东西细化到微观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就是人的事。对，是人的事，它就是一个到最后是一个落到一个买卖的问题上。我刚发现这个时候，其实我是挺崩溃的。对，因为我想的可能太美好了，就是我要是能签一个画廊，我每天就是画我的画，做我想做的事情，你们画廊自己去想办法帮我卖。但其实不是的，你可能有这种画廊，那你得多殿堂级、多顶级，就是他们手里一个是你艺术家产出作品，一个是画廊主，一个和策展人，还有一个最后是接收你作品的藏家，对吧？你面对的还是人，他有没有那么高阶的，就是审美，有没有那么高阶的，就是接受能力去面对你这个作品，对吗？其实很多人他达不到啊，就是一开始想的太美好了。就是我们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艺术品它要想卖出去，它是需要我们给它一种叙事的，就是这个叙事是大家或者说可能是画廊主去编造，或者说可能是艺术家自己去编造，或者说任何一个就是在后续这个链条当中有一个人或者有这么一个话语权，他需要去给他一个叙事。对，这里面绝对有谎言，绝对有欺骗。这个，因为我觉得做艺术家门槛特别低。我们好像说的好听啊，我们是学院派，我们是读了美院出来的，因为中国人很看重这个学历嘛，对吧？但是你比如说今天这个人，他想路上随便一个人，他今天下定决心说我想做艺术家，他明天就可以跟别人说他是艺术家。我觉得下限越低的东西，它上限越高。你同理，它的上限你也不知道它在哪。当然，它可能也有很高尚的东西存在。